1973年，何鸿燊的原配妻子倪婉华回葡萄牙探亲时，遭遇了一场蹊跷的车祸，成了一个半死不活的摊子。诡异的是，1981年，在同一地点，他的长子何有光以及儿媳 Suki 也遭遇了车祸，并且当场死亡。同一地点同时发生车祸，让人脊背发麻，细思极恐。大房一脉受到重创，何超英提出要去葡萄牙调查弟弟的车祸，何鸿燊极力反对，还通过手段限制女儿出境。一桩案件，单看谁是既得利益者，这样看来，二房南琼英和几个孩子就是最大既得利益者，再加上南琼英的哥哥又是混道上的，一时间谣言满天飞。很多人猜测这两件事是南琼英指使哥哥做的，当然猜测不一定是真相。昨天港媒传来噩耗，赌王二房太太南琼英因癌症去世，享年79岁。据悉，南琼英是上周6病逝的，她的丧礼事宜将由大女儿何超琼助力负责。何超仪也因母亲离开而缺席了前晚她有投资的新天杀青宴，而其他3房却没有任何表示，甚至活跃在娱乐圈。按照如今的医疗条件来说，活到79岁实在不算长寿。南琼英的去世也被蒙上了神秘色彩，上次赌王葬礼上露面还神采飞扬，如今怎地突然去世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娱乐矿工，挖你不知道的料。14岁嫁入赌王家的二太南琼英，与4个姨太太争夺5000亿家产，看似长居海外毫不在乎，实则稳扎稳打，心狠手辣。她的生前身后事都值得我们好好品鉴。1957年，36岁的何鸿燊已经迅速发家，跻身于千万富豪。尽管他跟原配倪婉华当初结婚的时候曾郑重宣誓此生最爱，一夫一妻，但是男人的誓言怎么能信呢？一个男人不如你，事业上需要你帮助的时候，他追求你可以说得天花乱坠。可是当他已经不是一般的有钱人了，当你的身体没那么好了，风华正茂的他怎么会甘愿当和尚呢？他说自己是有难言之隐的，不可能一辈子当和尚的，所以他变卦了，不顾原配倪婉华的反对，毅然决然把年仅14岁的南琼英领回了家。南琼英是怎么吸引到何鸿燊的？应该说是投其所好。何鸿燊异常的喜欢跳舞，天性浪漫中也有点风流的因子。在一个商会上，14岁的南琼英给何鸿燊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豆蔻年华的南琼英出落得十分大方，容貌也十分俏丽，而且她跳舞跳得极好。不仅如此，还能唱歌，又富有文采。而且南琼英父亲南建仪出身黄埔军校77期，当过骑兵大队长，参加过抗日战争。祖父南英南则是一位军队少将，哥哥南叶英是当地有名的地头蛇。何鸿燊开办博彩业，少不了需要人为他保驾护航。只要把南琼英娶回家，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此时倪婉华已经为何鸿燊生下1男2女，身体十分衰弱，还因此切掉半个胃，需要长期卧病在床。于是何鸿燊一刻也不想再等，直接将14岁的南琼英领回了家，娶做二房姨太太。别看南琼英年龄小，但她十分聪慧。当倪婉华因为重病不能跟何鸿燊一起出席商务聚会和慈善晚宴时，她就派上了用场。而且她会跳舞，在慈善舞会上，南琼英和何鸿燊被誉为最佳拍档，被称为舞王和舞后。由于顾及倪婉华背后的势力，南琼英韬光养晦5年，期间一直听从何鸿燊的安排，不与倪婉华见面，也没有获得政绩，被当作侍妾养着，直到5年后。婚后第5年，南琼英为赌王生下女儿何超琼，后来更是一口气生了3个女孩，可惜就是没有儿子。这让他意识到不能再坐以待毙，所以他一方面紧锣密鼓的求子，另外一方面极力讨好正宫娘娘黎氏，要多温顺有多温顺。他吃过很多苦，也见识过人情冷暖，论心机，黎氏这样的富家千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在黎氏眼里，小妾南琼英只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傻白甜，本宫不死而始终为妾。所以在南琼英10年如一日的做低服小之下，黎氏渐渐放下了戒心，也愿意和他交心了，一妻一妾看上去相安无事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黎氏出车祸了，而且还是要死不活的。独宠无二的南琼英终于露出真容，他雷厉风行，大刀阔斧地参与公司事务，把哥哥安插进公司，介入赌王核心产业，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大器大放，让他们无还手之力。此时他的儿子已经5岁了。1981年，黎氏的儿子媳妇出车祸身亡，老年丧子的倪婉华遭受重创，一蹶不振，彻彻底底成了一个活死人。此时的南琼英已经被独宠30年，并为赌王生下了5个孩子。就在他觉得一切尽在掌握时，自己却差点重蹈姐姐倪婉华的覆辙。赌王又在舞场结交了一个女人，丽质是当红女星，以胸出名，风情万种，堪称性感尤物。赌王在舞会见到她，2人跳了几回合，模样十分暧昧。这事传到南琼英耳边，她一听觉得情况不妙。当初她与赌王相识就是因为跳舞，如今丽质想要故伎重演，南琼英想了很久，做出决定，再不出手怕要死了。据说她利用黑道势力，扬言要收拾丽质。赌王闻讯忙出来阻止，丽质才躲过一劫，但未觉后患，
南琼英警告丽质永远不准回港澳。后来丽质去了美国，嫁给了李连杰。这场仗以南琼英完胜告终。她那时怎么也没想到，刚击退威胁，自家后院又起火了。大太泥丸华的贴身看护陈婉珍变成了赌王三太。只是他怎么也没预料到的是，据传这一切都是泥丸华暗中安排，让陈婉珍进了家门，只因想多一项争宠筹码。看惯争宠戏码的泥丸华也不再执着得到何鸿燊的爱，转而投身事业，为儿女铺路。19世纪80年代后期，赌王把产业布局到了加拿大，随后南琼英便带着子女移民到加拿大，打理赌王在那里布置的服装生意。在加拿大一待就是30年，明面上对家里的事不再过问，其实是在培养儿女们的未来。南琼英知道赌王十分看重自己的女儿何超琼，便要求何超琼弃文从商，让何超琼向赌王看齐。为了继续巩固自己的位置，便让何超琼嫁给了许晋亨。赌王对何超琼十分疼惜，便给了女儿巨额的陪嫁。不过何超琼并没有辜负母亲对子的期望，她十分争气，短短几年的时间，从小小的文员成为公司重要的角色。紧接着，赌王便把赌牌给了何超琼。南琼英从小培养儿女们喝酒和做生意。何超凤表示，妈妈从小就培训我们喝酒，认为女生出去应酬会喝点酒安全一些。大儿子何有光也十分争气，短短几年的时间，从微不足道的角色成为了主席兼总裁，还用9个亿美金买下了赌牌。在2009年，赌王突然中风出院，一下子令赌王的太太们彻底慌了神，纷纷害怕财产滑落谁家。在所有人慌的时候，南琼英则先发制人，以合法妻子身份主持大局，引起了财产的争夺大战。为了制衡，赌王将信的股份转至二太及子女名下，也迅速将一大半奥博股份转给四太。奥博给出通告，赌王又将剩余股份平分给了二太和三太。这样一来，四太即将落败，梁安琪怎会甘心？他默默做出反击。2011年1月25日，赌王出来称：“我就像被抢劫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后来却发现我签了一些他们强迫我签的东西。”他扬言要将何超琼告上法庭，因为他逼自己签了一些文件，这些文件涉及100亿家产。一时间迷雾丛生，直到事情水落石出，人们才得知，原来南琼英和陈婉珍合作，准备踢走梁安琪独占股份。但不知梁安琪用了什么手段，忽悠赌王出面制止，闹了1个月，最后以南琼英承认非法争产，愿意在股权分配上让步为终结。赌王在陈婉珍及女儿的陪同下出面平息风波，过程虽惊险，但结果却令人惊喜。尤其是南琼英，她总分得192亿财产，成为最大受益者。与之联手的陈婉珍相应分得67亿，梁安琪最少只分得57亿。这样的胜负结果一直延续到赌王去世。2017年6月，赌王将信德全权交给何超琼。去世那年，他还把另一经济命脉奥博交给了何超凤。这场拉锯战，南琼英成了笑到最后的人。在赌王去世的现场，虽是何超琼主理大局，但背后都有南琼英的身影。彼时他身体看起来还算硬朗，但1年后出现在赌王的葬礼上，却已经被病痛折磨，无法行走。时也命也，如何手段的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，唯一安慰的可能是子女们都拥有傲人的成绩，这一生恐怕也无憾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。如果喜欢，不妨点个订阅，记得点亮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